上个月在咖啡店，我差点哭出来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的中国朋友问我，你最近怎么样？这是很正常的问题啊。我知道，但是那天我真的过得不好。所以你想告诉他，我想说我很难过，我想说我很焦虑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表达。你说了什么？我只能说还可以，但这不是你真实的感受。完全不是。那一刻我感觉我被困在一个盒子里，什么样的盒子？我有很多情绪，很多感受，但是说不出来。这一定很难受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表达感受是学中文最重要的技能之一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如果你说不出自己的感受，你就永远只能进行表面的对话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欢迎来到 The Cozy Chinese， 我是 Amy。我是 James Gao。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如何用中文表达你的感受，不只是开心和难过，还有那些复杂的、微妙的、真实的情绪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最基本的感受词汇。在中文里，表达感受有一个公式，什么公式？我觉得加上感受词，比如，我觉得开心，我觉得开心。这是 I feel happy 的意思。对，或者你可以说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，两个都可以用。都可以。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更温和一点。温和什么意思？我很开心是直接的陈述，像是在宣布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开心是分享你的感受。所以听起来更个人化。完全正确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更常用我觉得。那我在咖啡店的那天，我应该怎么说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很难过。我觉得难过，我觉得难过。难过是 sad 的意思，对，但是难过比 sad 更深一点。更深。难过这个词，你可以拆开来看。怎么拆？难是 difficult， 过是 to pass。所以难过是 difficult to pass。对，这个感觉很难度过，很难熬过去。哇，这比 sad 的意思丰富多了。这就是中文感受词的美妙之处，每个词都有故事。每个词都有画面。比如焦虑，这是 anxious，对，焦的意思是 burning， 虑是 worry， 所以焦虑是 burning worry。你的担心在燃烧，在你心里烧着。这个形容太准确了。焦虑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感觉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说感受词很重要了吧？因为它们不只是翻译。它们让你用不同的方式理解自己的感受。我上周也试着表达感受了。真的？怎么样？我的语言交换伙伴问我：“你今天心情怎么样？”你怎么回答？我想说，我有点累。所以你说了，我觉得累。我说成了，我很累了，但是语气很奇怪。怎么奇怪？他的表情好像我在抱怨。啊，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。什么问题？我很累了，听起来像是在强调，在控诉。控诉。我很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累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如果你只是分享感受，应该说我有点累，我有点累。有点是 a little bit。对，这样听起来温和多了。原来语气这么重要。在中文里，怎么说和说什么一样重要。他后来有教我别的说法吗？有吗？他说，如果我真的很累，可以说我累坏了。对，这是口语化的说法。坏了是 broken 的意思。对，累坏了就是 tired
to the point of breaking。累到坏掉了。对，很形象，对吧？说到这里，听播客的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试着用中文表达过感受？对方的反应是什么？在评论里告诉我们吧。一句话就好，比如对方理解了，或者我说错了。我们很想知道你们的经历。现在我们来聊聊表达感受时的3个常见错误。我肯定都犯过。第一个错误，用词太极端。什么意思？外国人学了开心，就什么时候都说我很开心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是，生活中大部分时候感受没有那么强烈。所以应该用用我挺开心的，我挺开心的。挺是什么意思？挺是 pretty、quite 的意思，不太强烈，但是真实。所以挺开心的是 pretty happy。对，这样听起来更自然。第二个错误，只用一个词表达复杂的感受，比如比如你既开心又紧张，你只说我很开心，这样不够准确。不够真实。中国人会说，我既开心又紧张，我既开心又紧张。既又是 both and。完全正确，这个结构很有用。可以举个例子吗？我既兴奋又害怕，我既兴奋又害怕。I'm both excited and scared。对，这样你就能表达复杂的情绪了。第三个错误，害怕表达负面情绪。我就是这样。很多外国人觉得说我很难过或我很生气会让对方不舒服。难道不会吗？不会，如果你用温和的方式表达，温和的方式。比如说我今天有点不开心，我今天有点不开心。而不是我很难过。对，或者你可以说我心情不太好，我心情不太好。心情是 mood。对，心情不太好 means my mood is not very good。这样说起来确实温和多了。重点是要诚实，但也要温和。诚实但温和，我记住了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 3个要点。第一，用有点或挺来软化语气。不要太极端。第二，如果感受很复杂，用既、又。表达真实的多层次的情绪。第三，不要害怕表达负面情绪，但要选择温和的词。比如用不开心而不是难过。对，或者用有点累，而不是累坏了。除非你真的累坏了。对，除非你真的累坏了。具体什么时候可以表达感受？朋友问你最近怎么样的时候，可以说我最近有点焦虑。完全可以。或者同事问你今天过得好吗？我可以说还不错，挺顺利的。对，还不错是 very useful。还不错是 not bad。对，但是在中文里，还不错其实是 pretty good 的意思。这有点 confusing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用多了就习惯了。其实我还没讲完咖啡店的故事。还有后续。那天我说不出自己的感受，我朋友看着我，等着。他没有催你，没有，他只是安静的等着。然后呢？我突然很想哭，因为说不出来。因为我意识到我在中文的世界里还是个孩子。这一定很难受。我用英文可以表达100种情绪，但是用中文我只能说还可以。
你后来怎么办？我深呼吸了一下，然后我试着说，你说了什么？我说我不太好，我难过，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我的语法可能不对，发音可能很奇怪。但是你说出来了。他笑了，然后他握住我的手说：“我懂。”他懂了。他说：“你能用中文告诉我你难过，这已经很勇敢了。”这真的很感人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表达感受不需要完美，需要的是需要的是真诚。从那天开始，你有变化吗？我开始敢说了，即使只是我有点累，或我挺开心的。你不再只说还可以，对，我开始说真话了，这让你的中文对话变得真实了。我不再只是在练习中文，你在用中文生活。在用中文感受，用中文连接。那个咖啡店的故事教会了你什么？表达感受不只是学词汇，它是它是允许自己在另一种语言里也做真实的自己，找到自己的声音，即使这个声音还不完美，还带着口音。它也是你的声音。现在我完全理解了，理解语言不只是知道单词的意思，是敢于用这些单词说出自己的故事。是在脆弱的时刻也选择尝试。好了，今天的最佳短语3选。一定要记住的3个。第一个，我觉得用来开始表达任何感受。第二个，我记又用来表达复杂的情绪。第三个，我心情不太好，温和地表达负面情绪。这3个短语真的很实用。请大家一定要试试看。下次有人问你，你怎么样？不要只说还可以，试着说出你真实的感受，今天完整的词汇表可以在我们的博客上看到。包括所有感受词的汉字、拼音和例句。如果你想复习，请访问我们的博客。链接在节目描述里。还有这周的挑战，找一个机会，用中文表达你真实的感受。可以是我有点累，可以是我挺开心的，任何真实的感受都可以。然后在评论里告诉我们。比如，我试了，对方很理解；或我说错了，但对方帮我纠正了。我们真的很期待看到你们的故事。下一集我们要聊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和西方人很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他们很少说我爱你，但是他们会用别的方式表达。什么方式？下次揭晓。又卖关子。如果你想参加下一集，请订阅 The Cozy Chinese。谢谢大家的陪伴，下次见，继续学习，继续成长。记得要表达你的感受。即使不完美，也要试试看。大家保重，我们下周见。